你是否曾感觉到你的一整天因为一个词、一句负面评论或一个不赞成的眼神而被彻底毁掉？你是否曾发现自己爆发出愤怒或陷入焦虑，而片刻之后，这看起来却不成比例且毫无意义？这种感觉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被自己情绪的波浪猛烈的抛掷，不仅仅是短暂的不适，这是一种沉默的奴役状态。你已经成为自己精神战场上的囚徒，在那里，每一个通知、每一封生硬的电子邮件和每一次交通中的意外事件都有权支配你内心的平静。这种慢性的反应性耗尽你，削弱你，并让你相信你没有控制权，而事实是你只是没有被训练来掌握它。我们认可这种疲惫，现代社会教你反应，成为世界无尽刺激的被动容器。你感受到的挫败和愤怒不是你拥有的情绪，而是占有你的力量，他们劫持你的理性，强迫你做出之后会后悔的决定。这种持续的脆弱性让你处于永久的警觉状态，耗尽你的生命能量，阻止你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你相信这种脆弱是你的一部分，是你个性的内在缺陷，但这是你对自己说的最大的谎言，一个让你保持软弱、反应性并受外部环境摆布的谎言，使内部混乱的循环永久化。但这种情况并非你的判决，这种情绪上的软弱并非你的本性，它是一种被学习的模式，因此可以并且将会被戒除。今天你不会收到空洞的建议或有毒的积极性，你将收到一张地图，一本几千年前锻造的内部工程手册，用以在你内心建立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我们将引导你通过7个实用的哲学训练，7个斯多葛派的练习，他们将治愈这种情绪的暴政，并将你从一个反应者转变为一个真正自己思想的建筑师。如果你准备好开始这项建设，并宣告你对自己力量的承诺，现在就订阅并评论你正在从哪个城市或国家锻造你的新现实，这是你控制的第一个行动。我们将使用的工具不是现代发明或短暂的趋势，它是人类心智的操作系统，一种在战场上、权力走廊中以及人类苦难的深处发展和测试了超过2000年的内部工程技术。我们谈论的是斯多葛主义，但请忘记那些背诵着尘封理论的长胡子老人的形象，把它想象成一本由像马可·奥勒留这样的皇帝、将军、剧作家，甚至像艾比克泰德这样的奴隶所锻造的训练手册。他们没有时间搞抽象哲学，他们需要能在最强烈压力下奏效的策略。他们开发了一套实践方法，以便在现实世界的混乱中锻造出不可动摇的韧性和绝对的精神清晰度。现在，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治愈你情绪的意义。我们的目标不是压抑你的感受，忽略痛苦，或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感觉的机器人，那将是无用且不人道的。我们将要做的是战略性情绪训练。你的情绪不是要被摧毁的敌人，它们是原始能量的来源，就像野火一样，没有控制，它们会烧毁周围的一切。但是当被理解、驯服和引导时，它们就成为深思熟虑行动和内在力量的燃料。我们寻求的治愈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情绪暴政的终结。它是在风暴中获得宁静，一种希腊人称之为 epiphaia 的状态。这种宁静并非来自冷漠，而是来自对自己精湛的掌控。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统治罗马期间面临战争、瘟疫和背叛。他在他的个人日记中写道：你对你的思想有力量，而不是对外部事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找到力量。这短短的一句话是你今天将开始建造的堡垒的基石。他没有说你在面对混乱时不会有任何感觉，他断言你的反应、你的解释以及你赋予这些事件的力量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下。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战斗不是发生在外部世界，而是在我们自己判断的法庭上。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内部空间，你的自由被赢得或失去。接下来的7个训练是你确保这场胜利的完整武库。第一个训练是最根本的，是你所有内在堡垒将建立在其上的基础。它被称为控制2分法，它是一把锋利的刀片，
你将用它来剖析现实。原则极其简单，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必须外科手术般的将你能控制的和你不能控制的分开。你的意见、你的判断、你的决定、你的反应，这些是你的。别人怎么想，他们说什么，经济、天气、过去，这些不是你的。所有的情绪痛苦，无一例外，都源于这两类之间的混淆。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试图控制无法控制的事物，而忽略了对你真正拥有的唯一帝国——你自己的思想的掌控。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你的思想被训练成恰恰相反。你痴迷于你无法改变的事情，你反复思考一个已经做出的批评，为未来事件可能下雨而苦恼，或者对别人的行为感到愤怒。这就是反应性的母体。你的精神能量，你最宝贵的资源，被浪费在那些你永远无法赢得的战斗上。这就像试图用手阻止潮水，这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只能保证你的疲惫和挫败。自然的倾向是与现实做斗争，希望事情有所不同，而不是专注于唯一可以实际改变的变量。你对这个现实的反应，想象一下，你的思想是一座堡垒，而你是它的守护者。控制二分法是你第一个战略防御行动。你学会识别什么是真正的威胁，什么只是城门外的噪音。别人的意见就像外面呼啸的风，它可能令人不快，但它无法推倒你的城墙，除非你为它打开大门。经济危机是地平线上的一场风暴，你无法阻止它，但你可以加固你的防御，管理你的补给，并确保你的城堡安全。通过应用这把刀片，你不再与天气作斗，而是开始照料你的避难所，将恐惧转化为准备，将焦虑转化为专注的行动。通过不懈地练习这种分离，你获得了第一个伟大的自由，免于无用担忧的自由。你将你的能量从无法控制的泥潭中撤出，并将其重新投资于唯一可以产生结果的领域——你自己的行动和态度。实际的结果是一种深刻的平静，一种源于对现实的彻底接受和对可以做什么的绝对专注而产生的清晰度。你不会变得被动，相反，你变得极其有效，因为你的力量不再被耗散。你成为一名不担心风向，而是完美调整自己瞄准的大师级弓箭手。第二个训练，将一个简单的习惯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心智工程工具——哲学写作。这不仅仅是记录你一天中的事件，而是在纸上剖析你的思想、判断和反应。拿一个笔记本，在每天结束时，或者每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时，问问自己：发生了什么？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印象在我的控制之下吗？它是真的吗？我可以在这里应用什么美德？这种将你混乱的思想置于一个逻辑和外部结构中的行为，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点亮一盏灯。以前看起来像一个可怕的怪物的东西，被揭示为更小、更可管理的东西。对这种做法的抵制是微妙但强大的。你的头脑更喜欢沉思的混乱，淹没在焦虑或愤怒的漩涡中，比做分析这些感觉的纪律性工作更容易。精神上的懒惰会告诉你这是在浪费时间，你没什么可写的，但这种抵制正是写作试图治愈的混乱的症状。反应性的大脑在混乱和自动驾驶中茁壮成长，强迫他用清晰连贯的语言阐明其恐惧和挫折，是反抗其自身冲动性编程的行为。这是一个铁匠的艰苦工作，他拿起情绪的原始热金属，捶打它，直到它成为一个有用而锋利的工具。把这本日记想象成堡垒建筑师的作战室，每一页都是精神领域的地图。在写作时，你不仅是在发泄，你是在进行侦查。你识别出你防御中的弱点，那些让你做出反应的触发点，那些导致你痛苦的自动判断。斯多葛派的大师之一塞内卡将这种做法视为一种日常的自我检查，一种对他行为的盘点，以便在第二天改进自己。你的笔记本成为你最诚实的顾问，一面镜子，它不会对你的弱点撒谎，但也会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练习中揭示你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智慧。你从这个训练中获得的力量是战略性的自我意识，你不再是自己的陌生人，对自己反应的谜，而是成为你内心景观的深刻了解者。
这种清晰度让你能够预见自己冲动的反应，并选择一个更符合你想成为的人的不同回应。你学会了不把你的思想看作绝对的真理，而是可以被检查、质疑，并在必要时丢弃的对象。你成为自己思想的战略家，不再是迷失在战斗迷雾中的士兵。这个训练可能看起来违反直觉，甚至有些阴暗，但它是锻造钢铁般韧性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这就是恶之预演的实践，它包括花一些时间，无论是在早上还是晚上，积极地想象最坏的情景，想象失去工作、面临财务困难、被公开批评，甚至处理亲人的离世。这并非要悲观或沉浸在焦虑中，而是一种受控的模拟，一种对抗绝望的疫苗。目标是消除负面事件带来的冲击和惊讶的力量。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文化不惜一切代价宣扬积极性，我们被教导不要想坏事，只想象成功。面对思考失败或痛苦的不适，头脑自然会退缩。这看起来像是自虐，然而正是这种厌恶让我们变得脆弱。通过避免思考负面的东西，我们对它毫无准备。当不幸不可避免的到来时，它会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就会恐慌。斯多葛派的实践认为，在我们的想象中，以一种受控的方式访问这些阴暗的情景，比毫无准备的被现实拖入其中要好得多。这种做法是堡垒守护者的模拟战斗训练。在战斗之前，将军不仅考虑胜利，他研究敌人所有可能的行动，尤其是最坏的。他模拟失败，以发现自己的弱点。同样，在想象一个负面情景时，你问自己，如果这发生了，我会怎么做？我拥有什么内在资源？我如何在这里运用勇气、正义或节制的美德？通过这样做，该事件失去了其可怕的力量。你已经在你的脑海中到过那里，已经制定了一个应急计划。对未知的焦虑被一种对你承受和应对能力的沉静信心所取代。这种实践的结果是斯多葛派所谓的心理上的坚不可摧。当你已经思考过损失，真实的困难变得不那么令人震惊，你对不幸产生了一种熟悉感，这时你在别人恐慌时能保持冷静和理性。你意识到大部分的痛苦不是来自事件本身，而是来自对它的恐惧和抵抗。通过在你的脑海中直面这些恐惧，你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你成为在危机中保持坚定的人，因为你已经为那个确切的时刻进行了训练，将瘫痪的恐惧转化为积极的韧性。第四个训练是一个旨在消解自我暴政和我们日常问题微不足道的想象练习，这就是自上而下的视角的实践。在因琐事而感到压力、焦虑或愤怒的时刻，闭上你的眼睛，开始远离，想象自己上升，看到你所在的房间，然后是建筑、你的社区、你的城市，继续上升，看到你的国家像大陆上的一个斑点，而大陆是地球这个拼图中的一块。再往上爬，看到地球是在广阔黑暗太空中悬浮的一个蓝色小球，从那里思考你的生活、你的问题、那次争论、那封邮件。从这个宇宙的视角看，它们看起来像什么？应用这项技术的困难在于我们天生的自我中心主义。我们的问题看起来巨大，因为我们观察得太近了。我们的大脑被编程为专注于我们面前的事物。刚刚发生的威胁或侮辱，需要有意识和刻意的努力来强迫这种视角的转变，脱离我的即时戏剧。反应性的头脑希望感到重要，希望验证他的愤怒和焦虑，说这个问题是世界末日。自上而下的视角直接挑战了这种自我重要性，邀请我们以一种不是压抑，而是深刻解放的方式认识到我们的渺小。这种做法就像爬上你城堡最高的瞭望塔。从庭院的层面看，士兵之间的小争吵可能看起来像一场巨大的危机，但从最高的塔顶看，你看到了争吵的真相。它是在一个巨大且防御良好的堡垒中的一个微小事件，而这个堡垒又坐落在一个巨大的王国中。视角改变一切。马可·奥勒留不断使用这项技术来提醒自己一切事物的短暂性，帝国、名声、生命，尤其是困扰他的问题。他提醒自己，
所有批评他和所有赞美他的人很快都会化为尘土，就像他一样。这并没有让他变得冷漠，而是让他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当下以美德行事。你从这个训练中获得的力量是来自视角的宁静，那些曾经劫持你思想的问题失去了他们的力量。同事的冒犯，对社交活动的担忧，对交通的挫败，所有这些都缩小到他们真实的维度，微不足道。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处理你的问题，这意味着你在没有情感戏剧的沉重负担下处理它们。你能够以一种别人会觉得惊人的轻松和冷静来驾驭生活的困难，因为你明白你是在宇宙舞台上处理小事。第5个训练发生在一个事件和你的反应之间的微小空间里，这是大门守护者的练习，或者斯多葛派称之为同意的纪律。这种做法包括在给予你的同意，你对一个初步印象的批准之前，创造一个刻意的暂停。当有人侮辱你时，第一印象是这太可怕了，我被攻击了。你内心的大门守护者必须介入并说暂停，这只是一个印象。那个人说了某些话，这是否可怕，是一个我尚未批准的判断。你训练自己像一个守卫观察一个接近大门的陌生人一样观察你的初步印象，持怀疑态度，不允许自动进入。冲突在于，这种暂停违背了数千年的进化。我们的大脑是一台对潜在威胁及时反应的机器。杏仁核在额叶前皮层，大脑的理性部分有机会分析情况之前就已经被触发。生活在自动驾驶模式下是阻力最小的路径。创造这种暂停，这个选择的空间，在开始时需要持续且费力的精神警惕。这就像试图用自己的双手停下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你的程序向你尖叫，要立即反应，要判断，要为自己辩护。大门守护者的实践是对这种生物学暴政的反抗行为，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控制过程。想象一下你精神堡垒的正门，每一个外部事件，一句话，一个行动，一则新闻，都是到达这扇门的一个信使。未经训练的反应性守卫为所有人打开大门，允许间谍、盗贼和负面情绪的军队入侵，并在你的城堡中造成混乱。而斯多葛派的守卫则是训练有素的，他拦住每一个信使并审问他：你是谁？你是事件本身，还是我对事件的判断？你带来的是真相，还是仅仅是一个意见？通过这样做，他阻止了绝大多数负面和破坏性的印象，甚至跨过你思想的门槛。他以一种无情的纪律保护着内心的和平。通过掌握这种做法，你获得了深思熟虑回应的力量。你不再是瞬间的奴隶，一个被外部事件和人拉动绳索的木偶，而成为你自己反应的主人。侮辱再也伤害不到你，因为你没有给予他同意。坏消息不会击垮你，因为你在接受他灾难性的判断之前分析了它。这才是真正的超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选择你将如何回应的能力。正是在这个短暂的暂停空间里，存在着你所有的自由和所有的力量。你变得真正不可动摇。第6个训练，也许是所有训练中最激进和最强大的。这是将毒药转化为良药的艺术，是斯多葛派的炼金术，利用困难作为成长的原材料。原则是，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障碍，每一个困难，每一个不幸，不仅仅是要忍受的东西，而是一个实践美德的机会。一个粗鲁的人不是一个烦恼，而是一个练习耐心的机会。一个失败的项目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个练习韧性的机会。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机不是一个障碍，而是一个展示勇气和智慧的机会。障碍不是阻碍行动，它成为行动的一部分。我们的自然倾向是诅咒障碍，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不公，是我们计划道路上的一次中断。我们抱怨，我们感到自己是受害者，并希望困难能够简单的消失。这种抵抗是巨大挫折和无力感的根源，需要一种巨大的视角转变，才能停止将障碍视为敌人，并开始将其视为训练伙伴，一个伪装的大师。反应性的头脑想要一条轻松的、没有问题的道路。斯多葛派的头脑明白，道路就是障碍，而品格不是在安逸中锻造的，而是在逆境的火焰中。
想想你的内在堡垒，敌人的攻击不仅仅是一个威胁，它是你的士兵展示他们勇敢的机会，是你的战略家展示他们才华的机会，是你的城墙证明他们力量的机会。攻击及障碍是使堡垒及其防御者更强大的原因。马可·奥勒留完美地概括了这一点：阻碍道路的变成了道路，一团火。当它遇到像树干这样的障碍时，它不会熄灭，它会吞噬树干，并将其转化为更多的燃料，变得更大更强。同样，你必须学会吞噬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批评，每一个失败，并用它们作为你内在力量的燃料。你在这里解锁的力量是反脆弱性。你不仅能在困难中生存下来，你因为它们而变得更好。你开始欢迎挑战，知道每一个挑战都带有新力量的种子。失去教你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失败教你成功，永远无法教你的教训。痛苦教你同情。你停止逃避生活的问题，开始与他们共舞，利用他们的重量和动量来推动你自己的成长。你成为一个无法被阻止的人，因为任何被扔到你路上的东西都成为你上升的阶梯。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训练，锚定了所有其他训练，并赋予他们一种紧迫感和目的感。这是记住你终将死亡的实践。这不是一个旨在引起抑郁的病态练习，而是一个强大的清晰度过滤器。通过保持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意识，你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评估你的优先事项。消耗我们日子的绝大多数焦虑、恐惧和愤怒都是关于琐碎的事情。对他人意见的恐惧，对小不公的愤怒，对地位和财产的追求。当面对死亡的现实时，所有这些都瓦解成微不足道。内心的冲突是深刻的。我们的文化否认死亡，我们隐藏它，避免谈论它，并像我们是不朽的一样生活。面对我们自身的有限性是不舒服的。头脑更喜欢用日常生活的戏剧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用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无尽计划。记住，你终将死亡的实践是一种勇气的行为，一种拒绝生活在否认中的行为。它是直面存在最根本的真相，从中提取最强大的燃料，好好生活，有美德的生活，此时此地，因为这一刻是我们唯一确定拥有的。这个提醒是你堡垒建造的基础。为什么如此努力地捍卫你内心的平静？因为你体验它的时间是有限的。为什么努力做到有美德和深思熟虑？因为在反应性和愤怒中度过的每一刻，都是你宝贵生命中被永远偷走和浪费的一刻。塞内卡说，不是我们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这个记住你终将死亡的提醒是你停止浪费的召唤。它迫使你问，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天，我会选择这样度过它吗？为这件小事担忧，对这个人愤怒，答案几乎总是响亮的不。你从这种实践中获得的力量是对本质事物的无情专注。你停止推迟你的生活，停止说总有一天我会快乐，或总有一天我会勇敢。死亡的意识将你从琐事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并迫使你在当下行动。它给你勇气去忽略批评，去追求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不去浪费时间在无用的情绪上。你学会了以一种那些生活在不朽幻觉中的人所不知道的强度和目的来度过每一天。你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因为你明白你有限的时间来描绘它。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训练，但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我们详细介绍的7个实践不仅仅是知识，它们是建造你内在堡垒的工具、砖块和砂浆。反应者的你和正在成为的建筑师的你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词：实践。没有行动的理论是无用的，因此你作为建筑师的第一个行动不是明天，而是现在。点赞这个视频的行动不是为了算法，而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即这条信息有价值。订阅的行动不是关于数字，而是你对继续这个训练的纪律的正式承诺，成为你自己思想的主人。现在让我们来敲定这个承诺。你的第一个刻意控制的实践，你作为你堡垒守护者的第一个法令，从评论开始，不是为了取悦我，而是作为与你的新身份签订的一份有约束力的合同。到评论区写下以下声明：
我的反应由我控制。在输入这些词时，感受它们的重量和力量。这是你反抗情绪暴政的第一个行为。对于那些完成了这一旅程的每一步，吸收了每一个训练的人，请宣告你的纪律，让别人看到。也请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这为我们的建筑师社区创造了一个信号，显示了谁是真正致力于这项工作的。最后，要明白你正在建立的力量不仅仅为你自己服务，在你周围有无数的人仍然迷失在反应性的风暴中，像没有舵的船一样生活。你现在拥有一张可以引导他们到安全港湾的地图。分享这个视频的行为不是关于观看次数，这是一种领导和美德的行为。它是向一个朋友、一个家人、一个你看到正遭受着曾经囚禁你的同样弱点的人提供一个工具，成为那座灯塔，帮助建造其他的堡垒。通过加强他人，你也在加固自己的堡垒。旅程已经开始，实践是永恒的，保持坚定。